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大年30，我们4个被叫去公司加班。我们一边拼命敲代码，一边大骂老板不是人。同事上洗手间，一进去吓尿了。老板被吊天花板上，早已经死了，滴一地血。今年除夕不放假，我就没回家。被老妈催婚催了半小时，电话刚挂，老板就在公司群发消息了：你们做的什么呢？下单功能挂了，你们赶紧给我滚过来修。才下班2小时，今天又是除夕，谁回复谁傻逼。老板，我是想去修复，但我已经在高速上了。组长高小虎回复了：这个傻逼回不来，你说那么多干什么？明年你别干了，滚去扫大街。老板很暴躁，我看笑了。高小虎这个鳖孙，虽然是我们组长，但根本没有真本事，就会嘴上闭闭。扫大街太适合他了。别呀，老板，我这就回来。我还知道有4个小子没回家，我叫他们过去，保证2小时修复。高小虎发完这条消息，又艾特他的4个组员，艾特那4人里面就有我。操，这个鳖孙把我们卖了，他真不是个东西。这样一来，我们4个不得不露头，不露头行吗？行，过完年卷铺盖走人，你们赶紧的，今晚搞不定，你们每人工资扣1000。老板没因为今天是除夕而奖励我们，反拿扣工资威胁。看着这条消息，我拳头硬了，但一点也不敢耽搁，穿好衣服出门。到公司的时候，另外3位已经到了，一个个脸色很不好。组长真不是人，自己怕丢工作，把我们4个拉过来加班。妈的，今天可是除夕！王志人高马大，脾气火爆。我说，老板也不是人，奖励1分钱没有，完不成还要扣我们钱，没人性。谢晨讽刺道：整栋楼就我们几个，楼下就一保安。我往老板办公室那边看了一眼，放低声音说：老板还在，他是不是没家人啊？除夕都不回家。王志和谢晨闻言嘿嘿笑，嘴巴放干净点，赶紧干。赵阳阳说着，先在电脑前坐下。我们3个互相看了看，对赵阳阳嗤之以鼻。这家伙简直就是我们打工人里的叛徒，加班很积极，喜欢打小报告。哪天他当上了老板，肯定对员工更恶毒。呸！不爽归不爽，工作还是要干的。我们很快开始狂敲键盘，不过这次的问题有点难搞。它不光是下单这个功能有问题，还有别的一些 bug， 我们只能边修边测试。我要憋不住了，我去尿个尿。王志起身，大步走向洗手间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却在那边大叫：老板死了，你们快来看啊！草，什么玩意？老板死了，那谁给我们发工资？我立刻站起，我跟谢晨一起去洗手间看，只有赵阳阳还坐在那里啪啪敲键盘，边敲边说：你们就做吧，把工作做没了也是你们活该。看来他以为王志在开玩笑，我不禁也有些怀疑。结果老板真死了，他被吊在洗手间天花板上，正在滴血，已经滴好大一片。这个发福的中年男人被绳子紧紧勒着脖子，瞪着血红的大眼珠子，恐惧地看着我们。他脸色发紫，身体无力地吊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看来早就没气息了。向来胆大的王志瘫坐在地，裤裆已经湿了，他脸色苍白看着我们。老板真死了对吧？谢晨看他一眼，又看向我，怎么办？要不要把他放下来？我摇头，别，那是破坏现场，我们还是报警吧。对，报警，我们报警。王志哆哆嗦嗦拿出手机，不过他很快哭丧着脸说：没信号，一点信号都没有。你们有没有信号？我和谢晨
都拿出手机看了看，奇怪，手机上直接显示无信号，而且公司的 WiFi 也出了问题，连不上网。是不是谁把这里的信号屏蔽了？谢晨问。我去看看电脑，刚才还有网，我清清楚楚记得，几分钟前我还上网查过资料。闻言，王志扶着墙爬起，跟我们一起离开洗手间。他满头大汗，裤子湿乎乎的，明显吓坏了。我又回头看，1个小时前还在群里发火要扣钱的老板，现在死狗一样吊在那里，真惨。赵阳阳见我们回来，从办公桌下钻出来，发脾气，在那边大喊大叫什么：“你们谁把网掐了？不想干就滚，别影响我工作！”贼喊捉贼是不是？你刚在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屏蔽了手机信号？谢晨质问。王志躲在我们后面，警惕地看着赵阳阳。你们在说什么？赵阳阳拿起手机，摁了几下，一脸疑惑，怎么没信号了？以前这里信号很好的呀，是不是运营商那边出了问题，电脑也没网了？除夕夜这么搞，还让不让人工作了？我很无语，没好气道：“老板都死了，还想着工作呢？你开什么玩笑？大过年的咒老板死，信不信我告诉老板呢？老板可能已经听到了。”赵阳阳说着往老板办公室那边走。牛啊，他居然真要告状。谢晨冷笑：“你还是去洗手间找他吧，说不定还热着。”赵阳阳真去洗手间了。我用我的电脑确认了，真的没网，现在手机电脑都用不了，怎么报警？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王志现在六神无主。就在这时，赵阳阳的大叫声传来，很快他就跑回来，没2步，不小心左脚绊右脚，狠狠摔了一跤。他顾不上痛，很快爬起，看着我们，惊慌失措：“老板怎么死了？谁干的？是不是你们3个？你说呢？之前我们跟你一直在一起，我们才离开几分钟就能把老板吊死，你也太看得起我们。”我说：“要不我们下楼吧，反正老板死了，又报不了警，先走再说。”王志又问：“好，保命要紧，说不定杀人犯还在这里。”我立即赞同。我这么一说，他们3个全都要走，但很快我们傻眼了，电梯竟然关了。爬楼梯，我抓着消防门推了好几下，都没能推开。你让开，让我试试。赵阳阳推开我，拧着门把手，用身体去撞，使劲撞了好几下，这扇门只是摇了摇，还是没开。电梯不能用，楼梯也走不了，这是要把我们困死在这里。王志惊恐大叫。谢晨看他一眼：“王志，你冷静一点，我们再想想办法。”还有什么办法？哪还有办法？谢晨，是不是你干的？老板都死了，你怎么这么淡定？王志怀疑谢晨是杀人凶手，但我不这么认为。谢晨这个人向来镇定。上次我们公司几十个人去团建，大巴在山路上拐弯慢一拍，差点滚下山，当时都有人吓出病来了。谢晨却很淡定，从大巴里爬出来，蹲在路边看小说。他为人冷漠罢了，不是杀人狂，疯了，脑子不好，多喝点水。谢晨没有解释，只是嘲讽王志。王志没反驳，来回踱步。现在怎么办？万一凶手还在怎么办？他会不会对我们动手？赵阳阳又试着开几次门，很快放弃。他走回来看了看我们3个，我们去老板办公室看看，万一他的电脑能上网呢？谢晨轻轻点头，有这个可能。老板跟我们用的不是一根网线。结果我们到老板办公室，看到里面一片狼藉，电脑被砸烂，老板最喜欢的花瓶也被砸得稀碎。我把笔记本电脑拿过来，插上网线试着上网，还是没网。我心情沉重。就在这时，传来一阵狗叫，这叫声在这个情况下显得特别惊悚。
王志都吓得躲角落里去了。所幸真的是一只狗。老板的吉娃娃不知从什么地方跑过来了，走近我们，瞪大眼睛冲着我们一阵乱叫。他估计也吓得不轻，这畜生刚才躲在哪里？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？赵阳阳之前还叫他宝贝，现在老板死了，他就一口一个畜生，真是翻脸无情。我仔细思考，分析道，可能在洗手间，主人被杀，他应该是吓坏了，才一直没叫。你们看他的脚印，吉娃娃身后是鲜红血脚印。王志见状，使劲儿缩了缩脖子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走不了，也报不了警，就在这里等死。我不想死啊！我对他很无语，这人又高又大的，怎么这么胆小？不过我也怕得要死，要不是我们人多，我早就崩溃了。谢晨从我们身边走过，打开窗，手机拿到窗外，看他有没有信号。怎么样？王志忙走过去，谢晨摇头，一格信号也没有。我去拿自拍杆，那东西也许有用。我说着走开。过了几分钟，我拿着自拍杆回来了，王志和赵阳阳确实不在。我把自拍杆递给谢晨，他们两个呢？你没看到？王志想上大号，他害怕，就拉着赵阳阳一起去了。谢晨回答，他将手机夹好，又把自拍杆拉到最长，先是拨了报警电话，打开外放，然后把自拍杆伸到窗外，嘟嘟，手机不紧不慢嘟了2声。我跟谢晨互看一眼，好像有信号了。然而还没高兴1秒，窗外一个什么东西忽然打过来，正好打在自拍杆上。谢晨猝不及防，一松手，自拍杆连带手机一起掉下去。什么东西？你看清楚了吗？我很快反应过来，连忙扒着窗往右边看，那东西是从右边打过来的，好像是根棍子。你看到了什么？谢晨问我。我扒窗看了好一会儿，收回脑袋，没，什么都看不到。谢晨，你说右边那是哪里？谢晨若有所思，很快回答：洗手间。凶手是不是还在洗手间？那他们两个……我很快想到王志他们。就在这时，灯突然灭了，眼前一片漆黑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断电了？我很慌。外面还有电，看来只是这里停电。谢晨说。我把手机拿出来，打开手电筒。你知道电闸在哪里吗？话音刚落，洗手间那边忽然传来惨叫，叫得凄厉无比。我们在女洗手间找到的他们。这时候灯又亮了，灯光照着赵阳阳惨白的脸，他瘫坐在洗手池那里，瞪大眼珠子看着敞开的隔间。隔间里，王志脱了裤子坐在马桶上，身中10几刀，遍体鳞伤，血流如注。王志脸上既是血又是眼泪鼻涕的，当时肯定被吓惨了。我去查看别的隔间，谢晨则在那里问赵阳阳：“是不是你干的？”赵阳阳拼命摇头。谢晨又问：“那你看到凶手没有？”赵阳阳又疯狂摇头，哆哆嗦嗦地回答：“没看清，就看到有个人跳下来，冲着王志乱砍。他拿了一把大砍刀，白花花的刀光，跳下来。我刚检查完隔间，慌忙抬头看向天花板，有一块板子上面有血。凶手是不是从那里爬上去逃走了？”谢晨显然也是这么想，他看向我，要不要追？我摇头，还是别送人头。我们从现在起不要分开，再试试看能不能报警。我和谢晨先后离开，赵阳阳紧跟过来。我们来到办公区，手机只剩一半电量，我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。消防门突然响了，老板的吉娃娃又被吓到，乱跳乱叫，不会是要砍我们吧？赵阳阳现在很胆怯，一下子躲老远。我搬起凳子，谢晨拿起一把伞，我们两个慢慢向消防门那边靠近。砰的一声，
消防门被人从另一边打开，组长高小虎拿着一根粗绳子走进来，看了眼我们，没好气道：“什么情况？电梯上不来，消防门还被绳子捆住了，你们在玩什么？老板呢？看来他很怕扫大街，都上高速了还能赶回来。不过我看他表情有些怪异，那种怪异让人不敢直视，莫名惊悚。”见到是高小虎，赵阳阳立即跑过来：“组长，老板死了，王志也让人砍死了，我们快离开这里，再不跑就没机会了。那人太恐怖了。”“什么？老板没了？那工作怎么办？你快带我去看看老板，他还有没有救？”高小虎抓着赵阳阳的胳膊要去见老板，他的反应有点奇怪。不过现在大家最好一起行动，而且消防门开了，耽误会也没事，所以我们跟着他们去男洗手间。老板依然吊在那里，还在滴血，滴的地板上一大片鲜红。高小虎突然不管不顾冲过去，一把抱住老板双腿，然后转头催促我们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老板放下来！这不是破坏现场吗？”我赶紧后退一步，老板都没了，我还这么拼干什么？谢晨也站在那里没动，赵阳阳倒是很积极，很快走过去，跟高小虎一起抱着老板，把他往上托举，试图把他的脑袋从绳子上弄下来。不过他们尝试了好几次都没成功，反倒让老板被绳子狠狠勒了好几下，脖子都要被勒断。所幸最后一下终于把老板救下来，将他放在地上的时候，赵阳阳不小心把手摁在老板的肚皮上，竟然直接摁了进去。“你干什么？怎么这么粗心大意？”高小虎像平时一样批评赵阳阳，不过他很快意识到不对，闭了嘴。赵阳阳大叫着把手收回，只见他手上湿漉漉全是血。高小虎颤抖着手掀起老板的上衣，我们才发现老板的肚子被剖开，灯光下他体内的零件清清楚楚，我们几个全恶心吐了。还好这里就有洗手池，我们吐了好久才慢慢缓过来。高小虎早出去了，刚才他还想救老板，现在能走多远走多远。赵阳阳扶着洗手池吐得最久，他一边吐一边清洗全是鲜血的双手，他嘴上一直在念叨什么，看来神志已经有些不清了。“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你……救命！”组长高小虎忽然在办公区那边乱叫：“什么情况？凶手杀了2个不够，还要再杀！”我们连忙赶到办公区，只见高小虎胳膊中了2刀，羽绒服都被砍烂了，弄得羽绒乱飞。“凶手呢？你看到凶手没有？”我连忙问。“这里亮着灯，想看到凶手很容易吧？”高小虎的回答却是令我们全都变了脸色。“王志，是王志，他往楼下跑了。”“组长，你乱说什么？王志已经死了，我看着他被人砍死的。”赵阳阳立即反驳：“往楼下跑了是吗？我们去洗手间看一眼就知道了。”谢晨还是很平静，把高小虎扶起。我们4个又赶到女洗手间，那个隔间里，血肉模糊的王志依然坐在马桶上，一点气息都没有。“组长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到底是谁呀？”赵阳阳很着急。高小虎仔细想了想，回答：“我也没看清，他跟王志太像了，也是人高马大的。你们说，会不会是王志死了，变成鬼找我报仇啊？我以前对他太苛刻了，老是骂他，我很无语。怎么可能？你让人砍成傻逼了？凡事讲究科学行不行？你说谁傻逼呢？是不是不想干了？”赵阳阳帮高小虎喷我，都这时候了，他居然还想在高小虎面前刷好感。我没理他，也无视了高小虎不善的眼神，转头跟谢晨说：“打算怎么办？”“下去。”“好。”
谢晨同意，于是我们2个直奔消防门那边，准备爬楼梯下去。没想到高小虎他们也很快跟过来。我们要爬18层的楼梯，就算是下楼也要很久。楼里面还有个乱杀人的疯子，不知道他会什么时候突然冒出来，所以这一路我慌得要死。你觉不觉得高小虎很可疑？谢晨小声问我。我不禁往上看了看，他们落后我们1、2层，很难听见我们说话，是很可疑。我们几个一直在一起，就他不在，他完全可以杀了老板和王志，再过来找我们。至于他刚才被人砍2刀，完全可能是他自己拿刀砍的。可是他为什么要杀人？我很疑惑。谢晨没回答，看来他也想不出个所以然。就在这时，上面突然吵起来，紧接着一阵动静。发生了什么？又要有人被杀？我跟谢晨互看一眼，转身往上跑。我们好歹4个人，4对1，应该没问题。结果竟然是高小虎和赵阳阳打起来了，他们扭打在一起，很快从楼梯上滚下来。我们眼睁睁看到赵阳阳的脑袋在墙上狠狠磕了一下，然后这个人瞪大眼，直接没了动静。高小虎慌忙放开他，爬起来，指着他对我们说：“赵阳阳刚才要杀我，我是正当防卫。你看他手上的刀，你们看见没有？”对，赵阳阳手里有刀，可是之前我们从没看到啊。赵阳阳哪里来的刀？除非高小虎塞他手里的。我心脏狂跳，根本不敢去看高小虎，他现在极可能是个杀人狂，说不定下一秒就会对我下手。先离开这里再说。我说着，先一步下楼。谢晨很快跟过来。高小虎身上有伤，走在最后，好不容易走到10楼。因为担惊受怕，我现在很疲惫，比往上爬了10几楼还要累，双腿都是软的，但我不能停，只能强迫自己继续走。只要走出这栋大楼，就安全了吧？到8楼了。就在这时，楼道里突然出现第4个人的脚步声，从上面传来的，而且极快。会是谁呢？他要干什么？鬼啊！高小虎大叫着往这边跑，流血的胳膊都顾不上了。怎么可能是鬼？肯定是人，说不定就是那个杀人狂。这么看来，我们之前误会高小虎了。我想着这些，抓着栏杆快步往下跑。谢晨就在我身后，然而那第4个人的速度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。不过10几秒后，他戛然而止。你怎么没死？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呀！离我们很近的高小虎在那里惨叫，叫得撕心裂肺。我甚至听到刀刃划破血肉的声音，一下又一下，连给了高小虎好几刀。然后那人的脚步声再度响起，杀人狂过来找我们了。我简直要吓死了。偏偏这时候双腿像是灌了铅一样，我强迫自己迈大步子往下跑，只要跑出大楼，肯定就能得救。王晓峰。跑在后面的谢晨忽然叫我的名字，我愣了愣，一下子停下那里，僵硬转过头看向谢晨。只见之前我们都以为死了的赵阳阳正站在他身后，一把刀已经贯穿他的身体。我第一次从谢晨脸上看到失控的表情，他很绝望，很崩溃，无助。我又看到赵阳阳那扭曲的脸，得意的笑。赵阳阳看着我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们都该死，都去死！”他说着，抓着刀一下又一下刺入谢晨的身体，刺得谢晨越来越虚弱，鲜血从那窟窿一样的伤口不断涌出。“你个废物，马上就该你了！”赵阳阳威胁我。说完，他抽出刀，狠狠丢掉谢晨。赵阳阳接下来的目标是我。我没心思再去管谢晨，抓着栏杆继续往下跑，一边跑一边大叫：“赵阳阳，你疯了吗？别再杀人了！
你们都该死，一个个都是废物！你们有什么资格跟我上一个班，还领一样的工资？你们都给我死！赵阳阳在那里叫嚣，快步杀向我。他跑得极快，几乎要扑到我背上了。我要疯掉了，怎么办？现在该怎么办？好不容易跑到3楼，马上就要跑出去了，现在被他杀死，我好不甘心。但是继续这么跑，绝对会被他追上。我灵机一动，没再下楼，而是加快脚步冲向2楼。这里是食堂，没有消防门。赵阳阳可能没想到我会往这里跑，所以顿了一下，跟我拉开一些距离。我跑进食堂，跑到2排桌子中间，尽量与杀疯了的赵阳阳周旋。我还拿出手机去看有没有信号，3格信号。我毫不犹豫拨了报警电话，但下一秒，赵阳阳把刀扔过来，我躲闪不及，锋利的刀刃在我脸上狠狠划了一下，脸颊火辣辣的疼。重点是我还不小心把手机掉了，手机摔地板上，屏幕瞬间熄灭。这是坏掉了吗？电话打出去没有？我完全不知道。赵阳阳没给我捡手机的时间，他翻过桌子，直接冲向我。我只能转身继续跑，然而我才跑2步，就被他一个飞扑给扑倒了。为什么要杀我们？我既害怕又很疑惑，因为你们太蠢了呀，一点事都做不好。要不是你们，我这个时候正在跟小丽约会，就是因为你们让我除夕夜都要回来加班，小丽才要跟我分手。赵阳阳越说越歇斯底里，他从地上摸起刀，对我跃跃欲试。不，我躺在下面，死死抓住他的手腕。我已经是满身大汗，又害怕又紧张，却不得不跟他解释，小丽跟你分手是因为她不够爱你，你完全可以找个更好的，你这么优秀。你放屁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私底下怎么说我。你们说我是叛徒，说我就知道讨好领导，你们说我又丑又猥琐，你们真该死！赵阳阳的声音越来越冷，杀气越来越重。我情急之下赶忙转移他的注意力。那老板呢？你干嘛杀老板？他给你工作，给你发工资，他又有什么不对？赵阳阳闻言眉头紧蹙，歪头思考起来，然后在那里自言自语，也是，老板也很该死，但凡他有一点人性，我今晚也不用回来加班。可惜我没杀他，真是可惜。什么？老板不是赵阳阳杀的？真的假的？那到底是谁杀的老板？我正诧异，赵阳阳一个用力挣开我的手，高高举起刀，要往我这边砍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真以为自己要死，但同时我拼尽力气推开他，他用刀刺破我的脖颈。不过我及时把他推开，我赶忙爬起，抓起凳子就往他身上砸。我想活命，必须先把他搞残。我举起沉重的凳子往他身上头上砸了一下又一下，他在那里也不痛叫，只是一个劲儿挣扎，用胳膊抵挡，但他的动作越来越慢了，后来干脆停下。出于惯性，我又往他身上砸了好几下，他躺在那里奄奄一息，都拿不动刀了，把刀缓缓放在地板上。我丢掉凳子，跪下去摸到那把刀，我把刀高高挥起，想在他心口狠狠来一下，从而结束这一切。我真的想杀了他，但在刀尖碰到他身体的那一刻，我忽然停住。我不是一个恶人，我怎么能杀人呢？以后的人生应该是恋爱、结婚、生子，而不是蹲在冰冷监狱。所以我丢了刀，爬起，拖着沉重的身体，一步步往外走。走到1楼，我才发现保安被人打晕了，倒在地上。保安是何时被人打晕的？我来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呀。如果那人必须在我们中间找，那必然是组长高小虎无疑。他为什么打晕保安？为了关电梯？他为什么这么做？老板该不会是他杀的吧？想不出个所以然。
我没再想，走进大门，试图把它打开，然而金属大门牢牢锁着，完全开不了。我心里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，我又去翻保安的衣服裤子，翻遍了都没找到钥匙，又想到前台的固定电话，我冲过去报警，才发现网线被剪，电话打不通。我丢掉电话，准备在1楼搜索一番，万一找到有用的东西，或者另有出去的门呢？就在这时，一个人不紧不慢走下来，他就是高小虎。他身中好几刀，满身是血，他竟然还没死。他站在几米之外，静静看着我。组长，你还好吧？我莫名感觉他比赵阳阳还可怕。好什么好？死了，都死了。高小虎一边把玩我刚才拿过的那把刀，一边绝望说道：是啊，都死了。你有没有这里的钥匙？我们一起逃出去。我抱着一点希望问。他还真的拿出一串钥匙，丢在我们2人中间，但我不敢去捡，因为他拿着刀冷冷看着我，就像在看一具尸体。他恐怕要杀了我。我强作镇定：组长，你闭嘴，听我说。高小虎打断我，然后大骂：钱立坤这个傻叉，一点破事就要我去扫大街，你说他是人吗？他怎么不去吃屎？我站在那里，大气都不敢喘，小心提防着他，生怕他什么时候突然冲过来。至于钱立坤，当然是吊死在男洗手间的老板。你说他是不是该死？高小虎问我。是，我弱弱回答，心想，所以老板是高小虎杀的吗？他什么时候干的呀？杀完人又跑出去关了电梯，绑了消防门，让我们出不去。那后来他又回来干什么？他真是该死啊！要不是他，我怎么会遇到车祸？我的老婆孩子也不会死，都是我不好好开车，只想着挽救我的工作。我该死，我该死啊！高小虎说到这里，拿刀的手狠狠扇自己的脸，扇了一下又一下，刀刃都跟着划到脸了，划出好多血。他却是一点反应也没有，反把自己扇得更凶。他回来之前居然出了车祸，妻儿都死了，真惨。他肯定觉得老板是罪魁祸首，那老板毫无疑问就是他杀的。你肯定觉得我杀了老板吧？不，我没有。高小虎忽然说。我心脏狠狠一突突，我抬头紧紧盯着他。难道还有别的答案？我赶回来是想杀了他。我知道通过楼道外的排风管道可以爬进去，但我爬进排风管道的时候，却亲眼看到赵阳阳杀人。可怜的王志，死得真是惨。赵阳阳这个蠢货，杀了王志不说，居然还要杀我，说我是头猪，不配骑在他头上拉屎。妈的，我干这一行10年，我还不配当个组长。高小虎表情狰狞，他拿着刀在那里胡乱比划，很是吓人。我却想到一些问题，那信号是你屏蔽的，网是不是也是你断的？谢晨的手机是你用东西打掉的，对吧？高小虎怪异地笑了笑，当然不是，我当时躲在排风管道，肯定是赵阳阳干的呀，不然呢？我点头。我们3个在男洗手间看老板尸体的时候，赵阳阳一个人在办公区，他确实很有机会断信号断网。他杀王志的时候，也完全可以通过女洗手间的窗，用东西打掉谢晨手里的手机，一个拖把就可以了。那谁杀的老板？这是我最好奇的问题。为了听到答案，我屏住呼吸。高小虎淡淡回答，其实在你们过来之前，我已经赶到了。我要先搞清楚排风管的位置。谁知道谢晨比我还早，我看到他的时候，他正把钱立坤昏死的身体往天花板上吊。他真聪明，用了滑轮组织，那么重一个人，用那东西轻轻松松就吊上去了。不可能，他不会杀老板的。我用力摇头，完全不敢相信谢晨那么好一个人，
怎么会干这么荒唐的事？高小虎在那里笑，他把滑轮扔外面绿化带了，估计是想找机会带走，可惜全被我看到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我真没想到谢晨会那么做。那现在你是不是要杀我？我最后问了一个问题，高小虎竟然一个人也没杀，这让我很意外。当然，他也很有可能在撒谎，说不定老板就是他杀的，他最有杀人动机。我是想杀一个人，高小虎轻轻说道，神色哀伤。然后他拿起刀，一副要伤我的样子，但下一秒他毫不犹豫划向自己脖颈。我真该死啊！开车都不专心，害了他们2个，我要去陪他们。他一边说，一边划自己的脖子，狠狠划了好几下，脖子都要让他划断。我看着这血腥的一幕，控制不住大喊大叫。我再也受不了了，捡起钥匙去开大门。这次没发生什么意外，大门在我眼前一点一点打开。我终于活下来，不用死了。我双腿发软，干脆跪在地上，面对满是春节气氛的繁华城市，放松大叫。我把看到的一切和赵阳阳、高小虎他们告诉我的这些，全部提供给警察。监控虽然被人破坏了，但它有备份。警察通过监控视频发现我说的基本属实，高小虎说的竟然是真的。谢晨跟老板发生了冲突，然后把昏死的老板拖进男洗手间，后面肯定将他吊死了。至于高小虎在办公区挨的那2刀，还真的是他自己砍自己。我猜他可能那个时候就想自杀了吧。我在2楼食堂失手砸死赵阳阳，不过监控明确显示我是正当防卫，所以我被判无罪。我很快回归到正常生活。半年后，我跟喜欢了很久的女神李茉莉结婚了。以前我跟谢晨都在追她，肉眼可见我已经没希望。她对谢晨越来越倾心，还好谢晨出事了。李茉莉接受不了谢晨死亡的事实，是我一直在安慰她，照顾她。历经这么多月，她终于释怀，选择接受了我。婚礼上，她看我的眼神告诉我，她真的认定了我，这是我最满意的结局。不过，我时常会梦到除夕那个我们互相乱杀的夜晚，梦见谢晨死的那一幕。我杀了赵阳阳之后，不放心谢晨，所以又去找他。他当时还没死透，他看着我，不停求饶，阻止我，但我还是把刀一次又一次贯穿他的身体，直到他气结为止。至于谢晨为什么杀老板这件事，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知道，包括我在内。老板不光刻薄，动不动就扣人工资，还是个色狼，经常骚扰女员工。李茉莉就是受害者之一。那个晚上，我跟谢晨加班到很晚，离开的时候正碰到老板在猥亵他，他竟敢那么伤害我的女神，我恨死他了。就算谢晨不出手，我也会找机会弄死他。现在好了，该死的全都死了，真好。想到这里，我一脸愉悦，将李茉莉的细腰搂更紧。谢晨，吃药。一个男护士忽然打开门进来，我瞪大眼睛看他，他怎么叫我谢晨？他认错了呀！我是王晓峰，我已经跟李茉莉结婚了，我怎么在这里？这里是医院吧？精神病院。男护士无视我的表情，直接往我嘴里塞药，又强行倒水给我喝。我仰头任由他摆布，随着药效发作，关于王晓峰的记忆越来越模糊。是的，我是谢晨，我杀了王晓峰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